不知道多少朋友跟我一样，心中一直都有一个梦想中的桌面，能在这里安静的工作，开心的玩游戏，温馨的看电影。那就在前段时间，我终于搭建好了自己梦想中的桌面。所以这一期视频，我会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从头开始搭建自己的桌面，并且所有东西的链接我都会做成表格，放在评论区中分享给大家。那希望大家给个3连支持一下，不过分吧。搭建桌面的第一步是确定你自己想要的风格，因为不同的风格的桌面，可以说你前期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。那现在比较火的有什么电竞风、小清新、简约风等等。那我是用的这种原木森林风。那我们可以在某书、ins、Pinterest 这些网站找到很多对应风格的图片参考。那你会发现不同风格的桌搭，它的配色是不一样的。我建议大家可以按照基准色、主色调以及点缀色的方式进行配色。基准色呢，就是整个房间大面积的颜色。那估计大部分朋友都跟我一样用的是白墙，那白色就是基准色。那当然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刷成其他的颜色。主色调呢就是第二多的颜色。那如果你的基准色是用的浅色的话，那么我们的主色调最好就是深一点的颜色，这样视觉上就有一个反差和对比，在这样的空间里面就不太容易腻。我的房间就用了黑色和棕色来当主色调。那比如这个铁艺架、桌面支架等等。那桌面是在某宝定制的180厘米乘75厘米乘3厘米厚的黑胡桃木，置物架以及抽屉都是黑胡桃木的。那包括一个棕色布料的沙发。点缀色就是为了让我们的房间不那么单调，最好选一些更为鲜艳的颜色进行搭配。就比如我房间中的绿色植物，它能让我们的房间有一点绿意盎然的感觉。不过我的大部分绿植其实都是假的，那主要是我之前养死过，所以这一次我只选择了比较好养活的仙人掌和椰子。大家也没必要完全跟我一样啊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、预算选择不同的材质和植物等等。那第二步是氛围感。那氛围感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重要。那在我看来，氛围感可以通过2种方式获得。第一是光线，我的房间中光线分为2种。第一种就是自然光，我通过安装百叶窗，这样每天白天的时候，自然光就会进到屋子里面，就会留下一条一条的痕迹，非常的好看。第二种就是灯光了。我们在选择灯光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考虑到它跟我们的桌面风格是否匹配。那像我的桌面呢，肯定就不太适合那种 RGB 的灯光。我主要是用日光和暖黄色的光为主。我的光源有非常多，首先是屏幕挂灯，这是明基的 Screen Bar Halo， 它可以调整色温，从270K 的暖黄光到6500K 的白光。它的主要功能是打亮桌面上的一切，而不会像普通的台灯一样射入我的眼睛。这对于像我这样需要长时间坐在屏幕前的人来说非常重要。另外一个点就是它的背部也有个发光源，在夜晚可以打亮我的墙面，这个功能在关闭前面灯管看电影时会很有感觉。那第二个光源就是 Yeelight 的灯管，同样是能打亮桌面背后的墙面，达到渲染气氛的氛围。当然，它本身是可以调整成各种颜色的，也具备各种各样的灯效功能。不过我主要就是把它调整成恒定的日光和暖光。第3个光源呢，就是放在铁艺架上的灯泡，还有另外一个小桌台上的台灯。买的就是这种比较复古的，我会觉得更有氛围。当晚上所有灯都亮起后，整个房间就会感觉到特别的舒适。第二个提升氛围感的是一些小物件，比如我墙面上挂的这些照片，这就是前段时间我去川西旅拍的时候拍摄的。那这个照片能让我感受到当时旅行的一些氛围。当然，作为一个视频工作者，屏幕对于氛围感的塑造也同样重要。所以我想尽可能让更多的屏幕存在于我的桌面上。除了我的2台显示器，我还希望我的笔记本电脑、手机、平板全部都在这个桌面上。所以我设置了一个 Moft 的桌垫，有时候也可以写一些便签贴在上面提醒自己。比较好的是，它有一个可以调节角度的功能。前2步完成后，其实我们的桌面已经很有模样了。第3步，我是从功能性上出发的，就是思考你在这个桌面上要实现哪些功能。我知道很多朋友搭建自己的桌面时，想的就是要好看，完全忽视掉了功能性。所以桌面搭建好的那一刻，就是你桌面最好看的时候。那随着你的需求越来越多，
桌面也就会越来越乱。最基础的就是你的桌面至少要有一定的存储功能，让你常用的所有东西呢都要有一个固定的放置的位置，不然就特别容易乱。我的桌面主要就是通过抽屉柜以及桌面置物架来实现的存储能力。那比如有些时候我需要用到剪刀啊，或者一些充电线，我就可以放在抽屉里面。置物架呢，其实是因为这次拍桌搭，我专门摆了一下，放了一些装饰用的小物件。那我一般是用来传输素材的时候放硬盘、相机什么的，那传输起来比较方便。第二个功能呢是理线和传输。由于桌面上的供电设备特别多，线缆特别的乱，一直都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。加上每个人肯定都有充电还有传输素材的需求，有没有一种方法既能够让我们的桌面上的线尽可能的少，又能满足我们的充电传输需求呢？那我的解决方法分为2步，第一步是多使用无线设备和一些一核多的设备，从源头上减少线。比如我的鼠标用的是罗技最新的 Master 3S。键盘也是罗技的 Mix Mini 机械版，都是无线的。一核多的设备呢，顾名思义就是一个设备满足多种供电传输需求。比如我买的这个安克雷电4的拓展坞就可以组成菊花链。那因为我使用的是 MacBook Pro， 需要连接2台显示器，剪视频还需要连接一些移动硬盘什么的，这些设备的线都很多。那把这些线全部集中到拓展坞上。平时外出工作的时候，回到家只需要一根线连到拓展坞上，就可以瞬间开始工作了。除此之外呢，我还买了这种一核多的无线充电器，可以同时给我的耳机、手机充电。有一些必须要插线的设备，比如像什么运动相机啊、无人机什么的，那我也买了一个多功能的插线板，是图拉斯的，有所有的充电口。那这些方式呢，都从源头上减少了线缆。第二步就是遮线和藏线。对于有些线缆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减少，就可以从视觉上去减少它们。比如我的这个桌面置物架就将很多设备的线缆挡住了，那视觉上就没什么线了。在桌面下呢，我通过3M 胶将一个工业的走线槽和一个工业的大排插贴在了桌面底部，把桌面上的大部分线缆都收纳进了这个走线槽内。然后每一根线缆呢，再通过走线槽连上插线板，这样桌面下也只会留下连接座插的那一根电源线。这个方法来自于 B 站另外的一个 UP 主，那视频链接我放在评论区了。如果你想详细的了解怎么操作，可以去看一下。最后一个需要在桌面上实现的，与其说是功能，不如说是从健康上考量。那因为我之前长时间的在桌面前工作，所以大家也看得出来我真的胖了不少。但更为严重的是我的脖颈已经有些前倾了。所以我不得不重视起来，开始用人体工学椅和升降桌。人体工学椅呢，这个视频已经介绍过了，这里就不再赘述了。那升降桌主要就是为了让自己每坐一段时间再站起来工作，这样交替起来工作就会改善这种症状。我用的是兰利多的双电机版本的升降桌来搭配我的桌板。说实话，安装还是花了不少时间的，不过它的功能确实不错，有一个久坐提醒功能，而且还可以设置记住4个档位的高度。当然了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仅仅是我的桌面，其实在整个房间呢，桌面只是一角，我还设置了休息区域、吃饭和写稿的区域，以及拍摄设备的存储区域。如果大家对这些内容也感兴趣的话，可以一键3连支持一下这个视频。如果这一期视频点赞过2000的话，我就赶紧弄好，给大家安排上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是红苏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